我现在其实在聊这个话题，我还是有羞耻感。对，这个羞耻感，这个羞耻感。关于性和爱的话题，那么请两位老师先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是来自 Unconventional Chinese 的 Juno， 我也是第一次聊这个话题，我非常期待。Hello， 大家好，我是 Chinese with Ben 的 Ben 老师。我没有聊过这个话题，所以今天有点紧张，都没有聊过。但是我觉得这个话题应该是大家都还比较感兴趣。那么我想先 cue 一下两位老师，大家第一次接触这个性教育的时间和途径是什么？然后我先来，我当志愿者，我非常想要聊这个话题。我一看到这个话题就很迫不及待，因为呢，我都不算是性教育，我觉得是第一次知道男女之间那点事儿，是我到了美国以后。你是几岁就已经很劲爆了吧？20岁。非常的晚，对，我没有途径接触，因为我上学的时候完全没有，可能我们山东是这样的，避而不谈的那种。我们那儿黑龙江也避而不谈吧？但是男生可能途径多一点啊。来吧，邓老师。对，可是朱荣老师，可是因为我知道女性不是有这个生理期，有大姨妈，那大姨妈来的时候，可能你会紧张，你不会就是问一问身边的人，然后这个时候可能是一个契机，这个时候他们就给你讲普及一些生理的知识，没有这个，这叫生理课，我觉得这不算性教育。对，我觉得生物和生理课程和性教育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东西。你可能知道你来了生理期你会怎么办，但是完全没有把这两件事情联系到一起。它是像拼图一样的在你的脑子里的。系统性的学习还是到了美国以后的。所以到美国以后还有一个系统性的学习，还有系统性的学习。我就想说是的。可是我们不是有生物课吗？在那个高中的时候，我觉得对，生物课是有的，但是我会把他们两个分得比较开。我觉得那不算是性教育，那是生理卫生课，对吧？对，是偏学术的生理课，也不算生理课，是生物课。他会告诉你这是什么部位，但是我并不认为那是所谓的性教育。对，看笨老师有没有印象？因为我有一点印象，我们高中的生物课本上它就有一个这个器官的横切图，就是因为不能给正面的，所以它没有正面的，它是就是侧面的这个横切图，男性的和女性的都有在课本上，但是这个就是对于这个身体的这个器官的了解，这个是感觉是生理卫生课，对，那我真的很早了，我就比朱诺老师早10年。哇，原来8岁这么大，真的吗？10岁的，那你的途径是什么，笨老师？就是在那个我的小区啊，就是有几个这个男孩子嘛，我们每天一起玩，就放学之后都住在一个小区，我们每天就玩那个藏猫猫啊，在楼前、楼后、楼左、楼右。然后就藏来藏去，每天就玩的很热闹嘛。然后突然有一天，然后有一个岁数比较大的男孩，然后他们就问我们说：“哎，你们谁超过12岁了？”然后我说我11岁，我还没到12岁。他说11岁也可以，你过来吧，过来吧。他就把我们几个大的孩子叫到楼洞里边。然后小的孩子他说你们不要过来了，你们玩去吧。然后就很神神秘秘的就进到那个楼洞里边，然后我们下到这个地下室那一层就是那边有很多仓库啊，放自行车什么的。然后他就说我给你们看一个东西。谁说给你们看一个东西？对啊，谁说？就是那个最大的孩子啊，他差不多15岁、16岁啊。所以他就给我们那个放一个视频，然后视频就是
里边男女主角都没有穿衣服，然后就吓坏了。这是什么？你们是害怕的对吧？其实是第一次看，不懂啊，就是就然后他给我们看完之后，就给我们讲解这个视频里大家在做什么。哦，哇哦！所以你的第一次的途径挺奇特的，就是完全没意料到，就是被别人给灌输这个知识到脑海里。对对对对，哇哦！大孩子觉得那个男孩他就觉得他的知识比我们丰富，所以他有一个炫耀的感觉啊，就你看我都知道，你们什么都不知道啊。他也觉得他有义务好像要给我们普及这个知识啊。明白了。那我觉得因为我没有在国外生活或者是学习过，我觉得我其实从小生活到这么大都没有接受过性教育。我觉得这个在中国的国内是很缺乏的性教育，也是跟 Juno 一样，然后上课的时候有过这种生物课，然后生理卫生课，但是我觉得我第一次的我自己领悟这种的途径也是很小，就是那个时候小时候跟爸爸妈妈一起看电视剧的时候，总会有一些这样那样的镜头嘛，对吧？就当时我觉得我那个时候有吗？有，但是剪掉了吧？就是会有那么一点点，然后爸爸妈妈还没有来得及遮住我的眼睛，会有那么一点点，有的时候信息流到了眼睛里，猝不及防的。对，然后我感觉我那时候朦朦胧胧，会有一点点这样的直觉，感觉男生跟女生是需要有点什么事儿才能够有宝宝，因为在此之前，我可能那个时候是6年级或者是初一的样子，因为在此之前我一直以为就是亲亲抱抱就会有宝宝啊。对，所以说我看了一些这种镜头，然后自己在这瞎琢磨，对，感觉就是这个途径和时间差不多，就是初一或者是小学6年级的时候，但是正儿八经的性教育还真是没有过。其实我们3个都是有点像拼图一样的，这边来一点，那边来一点，最后自己悟一点儿。对，是这样的。对，就是因为我觉得国内可能比较缺乏这种很大大方方的性教育，所以会有一些小时候在家里跟父母啊有一些这种比较尴尬的瞬间，对吗？所以有吗 ？Juno 有没有跟父母的这种尴尬瞬间？有的呀，经常的呀。以前我觉得可能甚至电视剧什么的这种镜头会比现在更多一点儿。我不知道，我也有这种感觉。现在真的是剪得很彻底了。现在剪得更彻底一点。以前可能1、2集电视剧就会出现一些这样的亲密的镜头。这种镜头一出现的时候，就是像金老师的妈妈一样，就是马上捂住自己的。后来就被一开始是妈妈来捂住我的眼睛，后来我自己就知道一到这种时候我是需要自己自我捂住眼睛的，我就一到这个自我捂住。那你就是在这种镜头的时候，你的父母他们会尴尬吗？你有没有观察过他们？我已经捂住了，所以我的我知道，我只会问结束了吗？好了吗？可以看了吗？他们会给我一个信号，就说看吧，然后我就把手拿下来。明白啊。那笨老师呢？我小时候不被允许看电视的所以我没有机会跟父母一起看电视但是呢，他们可能我睡觉以后，他们会买一些那个港台的片子但是那时候也很难直接买到这个爱情动作片，所以他们会那时候香港片里边不都有一些那个这个对，所以你是那个的镜头，你是撞见过？我没有撞见过，但是我就是早上起床的时候，可能他们那个碟没有收走，那时候都是 CD 碟，然后你看那个碟上，他为了放一个噱头嘛，为了让大家买这个电影，所以他就会把那个裸露的那个镜头会放在那个封面或者是那个小的截图在上面，然后我就拿着，我就问我爸爸妈妈
我说，咦，他们怎么没穿衣服？然后我妈妈也是，她什么也没说，就拿走就收走了啊。哦，也没有回答我啊。会不会越这样我们就越好奇，觉得到底是什么？对对对，是的，是的，对。但还好，我一般他收走我就不会问啊。哦，但是你的心里呢？对啊，种一颗种子就是。对呀，为什么背着我看？为什么不跟我一起看？对，我觉得，我觉得我跟 Juno 就挺像的，就是最开始爸爸妈妈他说遮上，好，然后到后面我就会自己遮上，但是呢，好奇的种子会驱使我通过这个手的缝隙看一看，偷看，对。然后我也会看到过很多这种片段，然后我就真的很好奇，真的，我从小就很好奇，就是而且电视里面其实正儿八经的电视剧，它并不会说给你拍一个完整的过程，我就会好奇，他接下来他们会做什么，就是在那些没有拍到的那些部分，他们在做什么，真的，然后有的时候我妈特别搞笑，有的时候我跟我妈单独2个人的时候。看到了这个镜头，然后我妈就会突然转过来跟我说：“哎，你那个作业是不是还没有做呀？你去把作业给做完。”对对对，就会有我就能够感受到我的妈妈很尴尬，回避型的家长，对，我们的家长都是回避型的家长，不解释，然后呢，他就会觉得，我们就觉得，这种事情是不可以被拿上来讨论的，不可以被拿上来问的，是因为他们的回避。对，是的，是的。我是觉得我是男生，就是父母不管我的话还好，就是我觉得女生的话。父母不会就是更担心一点了，会想说，就是至少要给你们一些保护吧，就是提醒一下，就是不要跟男生走得太近啊。这个时候他们没有就是讲的多一点吗？还是完全都没有提醒过你们要做好？我就是一个非常反面的典型，就是他们把我保护的太好，太不让我和男生走得太近，以至于我20岁从家里面出去以前，我是没有任何的性经验的，完全不懂，是完全也没有经验。我跟你父母有点不一样，我爸妈是完全没提过。就是要懂得保护自己啊，不要跟男生走得太近啊。我相反，我小时候我就是每天都是跟男生在一起玩，就是在沙子里啊，在打弹珠啊，在拍牌啊，就是每天都是跟男生厮混在一起。因为小学都是在那种我们说叫子弟小学，就是一个大厂里边的一个这种小学，所以就是家长之间都相互认识，所以小孩都是厮混在一起玩的。下课以后。就我爸妈一直到现在，我感觉他们从来没有跟我聊过关于性方面的这些应该怎么办，应该如何保护自己，都没有过。我爸妈可能突然聊完了，我反而比较大啊。我们聊完之后，突然觉得对这个学校禁止早恋比较理解，因为父母在家里完全不给任何性教育。在学校里应该严格一点，如果不严格的话，早恋了那很容易那个。可是我有不同的看法，我觉得早恋，禁止早恋已经有点晚了，应该更早一点，可能就是5、6岁的时候，你就要告诉孩子你是女生，你是男生，应该怎么样，然后给他们埋下一颗健康一点的种子，这样他们到了上学的时候知道怎么保护自己，而不是一刀切的禁止早恋。对吧？那个时候已经晚了，他们已经种子已经发芽了。我是觉得我们的文化就是没人敢把这件事情放到台面上，所以就是我们一直缺少这个。虽然我们想应该这么做，但是感觉都已经2025年了，我们还没这么做，觉得对，真的好是挺遗憾的。至少我们3个成长的这个过程中是没有正儿八经大大方方的这种接受过性教育的，对不对？我不知道
现在可能估计现在应该会好一些吧。现在我们的下一代也没有那么开放。我也觉得可能有点乐观，我觉得可能这是个普遍现象。那两位老师都有在外面生活学习的这个经验吗？就你们比如说 Juno 在美国生活过很长的时间，对不对？然后就是你去了美国以后，你觉得他们就是美国对于这种性教育和这种性的这种看法，他们是一种是一种怎么样的态度？对，其实我觉得我的性观念还是受美国的影响是很深的。我可能从小到大，没有接受过性教育，所以那个时候只是一颗种子，它还没发芽。在美国，就是每年它会有大学会做有关于性以及性骚扰还有性健康的讲座，每年都会有，每个学期的学期开始都会做这样的讲座，我就学到了很多。因为在中国的传统观念里面，我们是性和爱，一个心理的一个生理的，它是混在一起的，但是在美国这两种事情是分开的。他会告诉你，性是性，爱是爱，性是生理的需求，爱是可能心理的一些维系。所以我到现在这个还是很深刻的影响了我的这个性观念。那笨老师，你是什么时候出国的？我想先问一下。我是已经研究生的时候出国，那比较，所以我去的时候已经没有这些课程了。但是当然学校会一直发一些邮件说要反对这个就是性暴力啊，就是要有这个性骚扰的这个防范性骚扰的意识啊，有这样的邮件，但是没有看到说我那个时候已经读研究生了，他不会再发给你一些这个邮件说现在我们有性教育的课，已经太大了。但是我有这个西班牙的朋友我的西班牙的朋友告诉我，其实他家里也没有就是做很多性教育但是他爸爸就是有把这个避孕套给他但是那个时候他已经了解了所有的性知识所以虽然他爸爸给他避孕套的时候也没有解释任何事情，所以他就是接过来，然后就说好吧，就放到兜里了。也已经太晚了，所以这面也是我觉得比较难以启齿的一件事情。我很好奇，两位老师觉得这个性教育第一次的性教育应该由家长来做，还是由学校来做会比较理想一些？我觉得如果以后我有小孩我会偏向于由家长，就是从小就会从他们从小的时候就会给他们慢慢的渗透一些，就比如说你以后一定要记得在外面，就是你的衣服遮住的地方一定不能让别人轻易的碰到对对对，就是会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会告诉他一些这种知识，然后再大一点的话，甚至可能会来个1对1的一个很轻松愉快的一个交谈，深入一点的交谈。靳老师倾向于由家长来做这个教育的，对，我也觉得是家长，慢慢的来，我觉得学校开始这样的课可能就太晚，而且我觉得家长越早做越好吧。我觉得有时候可能这个亲戚朋友，可能有一些人不是这个很靠谱的人，可能是这种衣冠禽兽所以我觉得让这个孩子越小有这个意识，越容易保护自己。而且我觉得父母在孩子小的时候教这些知识也会避免就是尴尬吧，万一孩子到了青春期可能有叛逆的心理，也不愿意跟父母去聊一些严肃的事情。我觉得Juno 觉得呢？我也觉得我同意，应该脱敏，就是大家对这个话题太敏感，太避而不谈，就会导致这个孩子通过别的途径去解决自己的好奇心，对吗？如果从小就跟他提，每天提，每个星期提，他就不觉得这个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或者是一件好奇的事情。就是
不要让大家觉得好像这个事儿是一件特别大不了的事儿。对，就是就是我觉得就是你说这个脱敏是比较好的一个点。然后因为你刚刚说你在美国的时候接受性教育的时候，他会把性和爱分成2个东西来讲，对吗？其实我也很好奇，我现在其实在聊这个话题，我还是有羞耻感。对，这个羞耻感，就是性和爱是，你们会觉得真的可以分开吗？我们的理想状态当然它是重合的，就是性和爱可以反映在一个人身上，但是当它无法重合的时候，你有没有能把它们分开的能力，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对吧？我们赋予了这2者重合太崇高的地位了，就觉得只有和爱的人你才能发生性关系，或者是只有发生性关系了才是爱。我其实现在有点很开心，就是现在可能年轻的一代，就是这个 Z 世代的人，可能他们把这个可以分得很开，就是我可能我对这个人只有性的需求，或者是我对那个人只是爱。然后又知道要如何保护自己。对，就是这个教育做到位了，他们了解到位了，对吗？可能是80后的这些家长真的有在做这个教育。明白。那我觉得真的是挺好的一件事儿。对，那就是笨老师，你对性和爱之间的这个关系，你的看法呢？我们唯一的男嘉宾。我看这个年纪吧，因为我也是到了美国之后才开始有那个性的经历的。那所以我去美国以前，我肯定接受到的教育就是这个性和爱是一体的。所以导致我在美国刚开始有这个性经验的时候，就是我觉得那我们发生了性关系，那我就应该对你负责，我们就应该这个成为伴侣，要长久的在一起啊。但是对方不是这个想法，对方是把性和爱分开的，就导致我变成是比较戏剧化、比较 drama 的那个人，比较被动，就是对啊，因为我觉得我们发生关系了，那我们就是男女朋友，我们就绑在一起了，以后一直在一起，对。但对方就会觉得干嘛你干嘛要这个每天黏着我啊？我们只是一个约会的一个状态，我们还没有成为那种很正式的关系啊，所以就导致我第1年的时候会很年轻，会很纠结这个事情，然后我就是很不理解啊。但是后来等我这个岁数增长以后，然后我是可以把这2个事情性和爱分开，因为我觉得就是开始的时候，你不认识一个人，是你那个性冲动最强的时候，但是那不是爱，是你真的不了解这个人，你就有觉得跟这个人在一起，你很想去占有那个人的一个感觉啊。对，后来但是在你们约会的过程中，磨合过程中，这个爱可能会就成长出来啊。我觉得最好的那个状态就是这个性和爱他们在一起的那个时刻。但是我现在又成长之后，我就发现我是一个比较悲观一点的人啊。因为我觉得这个首先有这个性，然后这个爱慢慢的增长，达到一个比较平衡的状态，最好的状态。但我觉得在每一段关系里边，因为你跟这个人越来越熟悉，你们的爱可能增长，但是性的那个冲动就会下降啊。所以就是没有一个，就是那个可能最好的就是把平衡的那个状态维持的久一点。但是因为我在关系中，我明白，因为太熟了，那个性的那个方面就会慢慢的失去兴趣，但是那个爱可能让我们会走得更久啊。所以我是把他们分得很清楚，对。笨老师，这不是悲观，你是成熟，你太成熟，你这是道尽了这个人性的真相而已，对吧？对，其实听笨老师说，我也就想起来，就是我第一次性经历以后，我真的就觉得我要跟他结婚，因为这就是我当时对于这个性跟爱的这个关系的一个认知。
而且我甚至当时我会觉得啊，如果我没跟他结婚，以后别的男生肯定都不会喜欢我了。我真的是这么认为的。然后在这个事情上我还纠结了可能有1-2年的样子，然后一直到后来，因为我不想再在这个问题上纠结了，我就去主动找很多我的可能是表哥表姐或者是我的前辈去聊这个事情。然后因为他们当时在我的这些表哥表姐中，他们也有很多就是出国回来的，他们的就这些人，然后他们跟我聊的这个过程中，我真的才是慢慢的对这个话题，对他们两者之间的关系有了一个更加明白、更加明确的一个认识，然后我才慢慢的把自己释放出来啊。那么在之前我也是一个很纠结的一个状态，然后那是年轻大学的时候，困扰你这么久，对，因为我第一次是大二，然后第一次的性经历，然后后来我可能在大4毕业以后，我才真的把就是把这2个东西我才看清楚，我觉得 OK 的，这2个它是真的可以独立存在的嘛。对，所以这个就是我真实的经验，在我的成长的过程中带给我的受到的一些困扰，以及最后我把这个2个东西是如何看待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对，是的，我觉得真的中国女性可能赋予这个第一次的含义太深了，对，不应该这样绑架自己。男性也是的吗？我甚至有一个，我就是第1年我很受伤，就是因为我带着这个想法呀，带着这个枷锁就被绑架了。但其实如果第一个性经历的人是中国人的话，可能我还在这个捆绑性和爱捆绑在一起的这个状态里面。对，然后我还想讲一个，就是也是一个比较 drama 的一个心态，一个比较戏剧性的心态，就是我第一次跟我大学的这个男朋友发生那个性经历以后，我的第一反应是，我觉得我好对不起我的父母。真的，这是我的第一个反应，我就觉得天哪，我怎么能干这种事儿？我当时真的就是这样的想法，觉得自己脏了，是不是？脏了，不干净了，所以我现在想起来，就是我的这种对于性和爱的这个观念的这个发展，也蛮有意思的。是个过程，尤其是对中国，我觉得可能对亚洲很多国家的这个，尤其是女性吧。我今天还跟我的日语老师讨论了这个事情，是不是？对，我今天跟所有人讨论了。我的日语老师说呢，老师应该比较保守吧？他说日本有风俗业，所以还好，因为好多中国人的启蒙老师都是日本 AV 的女优，所以风俗业是什么？风俗业就是他们的风俗业比较发达，就是他们可以去找他们生理需求的，但并不把爱放在他这个人的身上。所以其实他们也是可以有一种途径可以分开的。对，这个因为这个产业在中国是违法的，禁止的，对，禁止的，是禁止的。OK， 那我今天真的非常开心，第一次真的是跟2位我非常喜欢的老师，然后聊了我很久以来都想聊的这个话题然后呢，那在屏幕前看到我们这期节目的朋友们，你们也可以聊一聊你们对性和爱这个话题的一些看法，然后喜欢我们的节目呢，就可以订阅我们，然后我们就下次再见啦，拜拜。